这一讲我们继续留在元丰6年，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名为公主，实为反贼遗孤的刘细君的远嫁。刘细君以公主身份远嫁乌孙，从悲伤的一面看，这实在是一场人伦惨剧；从开心的一面看，武帝破格给他配备了几百人规模的宦官、宫女团队和不计其数的嫁妆。乌孙王莫坤给了刘细君一个尊贵的头衔右夫人。既然有所谓右夫人，那就一定有个左夫人。尴尬就是这么来的。乌孙和汉帝国联姻，这当然是匈奴不能容忍的，所以单于也把女儿嫁了过来，这可真让乌孙王莫坤左右为难。左右为难之下，那就一个左夫人，一个右夫人好了。那么问题来了，左夫人和右夫人到底有没有高下之别呢？清代学者徐松从史料当中发现了线索，认为匈奴以左为尊，所以乌孙王昆莫以单于女儿为左夫人，说明匈奴的夫人高出刘细君半个身位，昆莫到底更怕匈奴。但如果还原到历史现长，昆莫的清代应该是两边都不敢得罪才对。确实，匈奴以左为尊，只不过汉人呢以右为尊。姐妹讲过，惠帝6年以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相国这个职位一分为二，变成了左右丞相，右丞相略高于左丞相。我们还可以体会一下左迁和右迁这两个常用词。迁的意思是官职变动，一般而言，升职叫做右迁，降职呢，叫做左迁，这是历代诗词里边很常见的词汇。理解了这一对概念，最方便的抓手就是汉初设置的左右丞相，右丞相的地位高于左丞相，所以从左丞相迁为右丞相是升职，是右迁，反过来呢就是降职，是左迁了。这样一看，昆莫真是个老滑头，充分利用了汉帝国和匈奴对尊左和尊右的习俗差异，把汉公主和匈奴公主都安置得妥妥当当的。昆莫一点都不用担心事情会露馅，原因很简单，刘细君来到乌孙之后，自己营建了一整套的汉人风格的居住区，就这么安家落户了。一年和昆莫见不了2次面，就算见了面，也无非是办一场酒宴。刘细君呢，拿出厚礼馈赠一下昆莫身边的贵人而已，纯属礼仪性质。更要命的是，昆莫已经是一位老人了，孙儿都长大成年了，而且和刘细君语言不同，让老人家去学汉语显然不现实，让刘细君呢学乌孙话，刘细君也肯定是不愿意的。所以左夫人和右夫人到底哪个更尊贵，刘细君当然感受不出。在《资治通鉴》的记载里，只是简简单单的说公主悲愁思归，然后就是天子闻而怜之。但是武帝的所闻到底是什么内容呢？答案要到《汉书》里面去找。刘细君在乌孙国守着活寡，忧愁之中创作了一首歌曲，歌词是这样的：吾家嫁我西矣，天一方，远托异国兮矣，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长朴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歌词是楚辞体，句句押韵。八意诗说，我家把我嫁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嫁给了外国人乌孙王。乌孙国的生活是一言难尽人住在帐篷里，吃的就只有肉，喝的就只有奶，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我太想家了，恨不得化身为鸟飞回故乡。这首歌的歌词后来被冠以一个标题，叫做《乌孙公主歌》。在普通百姓来看，以肉为食兮，酪为浆，每天都能吃得上肉，喝得上奶，难道还有什么资格去抱怨不成吗？这就说明了武帝把刘细君养大呢，虽然没怀好心，但毕竟在吃穿用度上面没有缺了他的，不然的话也不至于他在远嫁乌孙之后会有这样一种何不食肉糜调性的抱怨呢。另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现代城市生活里，
我们对五湖四海的食物都不陌生，可能啊，早晨吃麦当劳喝咖啡，中午呢吃越南河粉，晚上吃意大利披萨，9、10点钟还要去吃个街头烧烤，对食物的水土不服已经被高度驯化了。但古人没有这个条件，就连米食和面食之间都能形成难以逾越的鸿沟，让一个总角不愁吃穿的汉人姑娘去吃烤全羊和酸奶，实在是太难为人家了。乌孙公主歌后来传到了长安，老百姓也许不能感同身受，但武帝被触动了，每隔2年就派使者送一些汉地特产过去。至于昆莫就这么让刘细君守活寡，大约心里也不落忍，于是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刘细君可以嫁给自己的孙儿存取。这种事情在汉人看来简直就是禽兽行径，乱伦中的乱伦。刘细君不干，上书武帝，大概是想请娘家撑腰的意思吧。武帝发来的指示是入乡随俗就好，要为两国联合消灭匈奴这个大局服务。刘细君就这样顾全大局，改嫁给存取了。很快昆莫过世，存取继位，称为昆弥。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所谓昆莫是乌孙国的芒号，存取是官号。存取的名字叫列交弥，在颜师古的注释里认为所谓昆弥是将昆莫和列交弥各取一个字构成的词，但这很可能是颜师古想多了，还是于泰山先生的说法更合理。昆莫和昆弥是一回事，只是汉语在做音译的时候用了不同的字，大约就像哈姆雷特和哈默莱特的区别。和乌孙国的联姻关系看来很有助于汉帝国的西域大外交。这一时期汉帝国的使者向西，甚至越过了葱岭，抵达安西，今天的伊朗。安西也派使臣回访，带来了本国的特色大鸟蛋和魔术杂耍艺人。所谓大鸟蛋应该是鸵鸟蛋，至于魔术杂耍艺人，原文是黎宣单炫人。黎宣是地名，有人说那是罗马帝国，但当时的罗马帝国占据了大片的东方土地，所以罗马的魔术师未必就是欧洲人。也有人说黎宣指的是埃及亚历山大城。西域的各个小国也纷纷派人和回城的汉使一道远赴长安朝见天子。这种万国来朝的景象，太让武帝开心了。怎么接待这些外国使者呢？原则很简单，一定要充分展示汉帝国的辽阔和富强。武帝呢，反正不断巡视沿海地区，那就带着这些外国人一道好了。只要是大城市都要走上一遍，而且娱乐活动非常的丰富，酒池肉林，随意赏赐，甚至安排他们参观各地的仓库。总之是极尽炫富之能事。酒池肉林这个词是这段内容里的原文。我们通常的印象是酒池肉林是形容商纣王的奢靡生活，这倒没错，但是在史记原文里边，形容商纣王的话是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到了形容汉武帝的时候，就归纳成了酒池肉林。那么往好处讲，酒池肉林就变成了一个外交技巧，相当于原始部落里边酋长举办的夸父宴。好东西使劲的糟蹋，要的就是制造心理压力，让别人因为还不起礼而变得服服帖帖。这段内容出自《史记·大渊列传》，司马光删掉了一段和资治无关但很有意思的记载，说的是汉史追溯黄河的源头，发现黄河源出于田，今天的新疆和田一带，山上生产玉石，使者还采回来了一些。于是武帝翻阅古代的图和树，将黄河发源的山命名为昆仑。武帝究竟是从哪张图哪本书里找出了昆仑这个名字，已经是无从考索了。像于本纪、尚书禹贡、山海经、海内西经、益州书王会、楚辞西释等等等等，都记载过昆仑，但他们所谓的昆仑到底在哪儿，或者只是传说，没人说得清。反正武帝就化虚为实，直接用了这个名字冠在了
被指认为黄河发源地的那座山上一直沿用至今。虽然这里并不是黄河真正的源头，但这种探索河源的努力还是很显的难能可贵的。真正把河源所在地勘察清楚，那还要等到康熙年间。只不过那场勘察并不是出于因纯粹而可贵的好奇心了，而是因为在当时的观念里，黄河之所以泛滥成灾，是由于没有找到真正的河源进行祭祀的缘故。那这个小小的插曲就简单交代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还要回到汉帝国在西域开拓的外交事业，我们下一讲再见。